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今天可能是2026年最重要的一个财报日，四大科技巨头在同一个晚上同时发布季报，微软、Meta、Amazon、Google 加在一起市值超过10万亿美元，他们的成绩单将决定整个科技板块接下来的走势。过去3个月，科技股经历了大幅调整，市场最大的疑问就是人工智能到底是真需求还是假泡沫？今晚的财报就是答案。结果4家全部超预期，而且不是小幅超预期，是碾压式超预期。先说 Google， 因为它是今晚最炸的，收入109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2%， 超出华尔街预期将近30亿，每股收益 5.11 美元，华尔街预期是 2.63，净利润626亿美元，同比暴涨 81%。但真正让所有人震惊的是云业务。Google Cloud 收入2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63%， 华尔街预期只有184亿，不仅大幅超预期，而且比上个季度的 48% 还加速了。掌门人皮查伊在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话：我们目前处于算力受限状态，如果能满足所有需求，云收入会更高。Google Cloud 的合同储备接近4600亿美元，比上个季度翻了将近1倍。搜索收入604亿，增长 19%， 经营利润397亿，超预期35亿。资本开支357亿，全年指引从1750亿到1850亿上调到1800亿到1900亿。首席财务官还说，2027年的资本开支会显著高于2026年。Gemini 企业版的付费月活用户环比增长 40%， 整个系统每分钟处理160亿个 token， 比上个季度增长 60%。 Google 的付费订阅用户总数突破了3亿5千万。再看 Amazon， 收入181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7%，每股收益 2.78 美元，华尔街预期只有 1.63， 超了 70%。 净利润303亿美元。 AWS 是今晚最大的惊喜之一，收入376亿美元，增长 28%， 是过去15个季度里增速最快的一次，华尔街预期只有366亿。 AWS 的经营利润142亿，超预期将近14亿。广告业务收入172亿，增长 24%， 也超了预期。掌门人贾西说， AWS 的增长 28% 是过去15个季度里最高的。他还宣布了跟 OpenAI、Anthropic、Meta、英伟达和 Uber 的新合作协议。OpenAI 在跟微软解除独家之后，正式把模型部署到了 AWS 上，这对 Amazon 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胜利。另外 Amazon 的卫星互联网项目 Leo 计划在今年第3季度开始商业服务，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资本投入。但自由现金流过去12个月只剩了12亿美元，同比暴跌 95%， 原因是资本开支达到442亿。 Amazon 今年计划花2000亿美元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。下季度指引也很强，收入1940到1909亿，华尔街预期只有1880亿。然后是微软，收入829亿美元，增长 18%， 每股收益 4.27 美元，超预期 5%。 Azure 增速 40%， 这个数字非常关键。上个季度管理层给的指引是 37%到38%， 华尔街预期 39%，实际做到了 40%， 再次回到了加速轨道。微软云收入545亿，增长 29%， 商业合同储备627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99%。 人工智能年化收入370亿美元，增长 123%。 办公软件智能助手付费用户突破2000万，3个月前是1500万。但有2个数字让人不安，毛利率降到了 67.6%， 是2022年以来最低，因为数据中心折旧在加速。
全年资本开支指引飙升到1900亿美元。纳德拉说，我们专注于为每一个企业提供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，让他们在智能体设施实现最大化产出。首席财务官胡德透露，办公软件智能助手的付费用户数在下个季度会继续增加。动态365收入增长 22%， 消费者版办公软件云收入增长 33%。 最后是 Meta， 收入563亿美元，增长 33%， 广告展示量增长 19%， 每次广告价格增长 12%， 现金储备812亿，自由现金流124亿，资本开支198亿。下季度收入指引580亿到610亿美元，员工总数将近78000人，同比只增加了 1%。 Meta 在用最少的人头增长撬动最大的收入增长，这说明人工智能正在提升 Meta 内部的运营效率。扎克伯格之前说的效率年正在兑现。4家公司放在一起看，最让人震撼的是云业务的加速。Google Cloud 增长 63%， AWS 增长 28%， 是15个季度最快。Azure 增长 40%， 重回加速轨道。3大云厂商同时加速，说明人工智能对算力的需求不是放缓了，而是在爆发。有意思的是，3家云厂商的增速排序。Google Cloud 63%排第一， Azure 40%排第二， AWS 28%排第三。但 AWS 的绝对收入最高376亿。Azure 的增速回弹最明显，从指引的 37% 到 38%， 直接做到了 40%。 Google Cloud 最惊艳，从上季度的 48% 跳到了 63%。与此同时，4家公司的资本开支总和正在接近天文数字。Google 1800到1900亿，微软1900亿， Amazon 2000亿， Meta 全年大约800亿，4家加在一起超过6500亿美元。6500亿一年花在数据中心、芯片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。这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，相当于每天花将近18亿美元建数据中心。这个数字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年度基础设施预算。而且这还没算完， Google 的首席财务官明确说了，2027年会显著增加。微软的资本开支指引从年初的1100亿到1200亿飙升到了1900亿， Amazon 全年计划2000亿，这些数字每个季度都在往上修。华尔街之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些钱花下去到底能不能赚回来。今晚的财报给了一个初步答案，云业务的增速在加速，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在提速，收入在增长，至少目前来看，投入正在转化为产出。但褶皱压力也在显现，微软的毛利率降到了2022年以来最低， Amazon 过去12个月的自由现金流暴跌 95%， 只剩了12亿美元。Google 的首席财务官说，2027年的资本开支会比2026年还要显著增长。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军备竞赛，4家巨头都在赌同一件事，谁先建好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，谁就能在接下来10年里收租。今晚的财报说明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这场赌局的赢面很大。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人思考，4家巨头每年烧6500亿美元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，这些钱最终要靠什么赚回来？云服务的企业客户，智能助手的付费订阅，更精准的广告，还是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新商业模式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要等2-3年才会清晰，但今晚的数据至少说明了一件事，需求是真实的，增长是真实的，花出去的钱正在变成收入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